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朵我非常喜欢的小玫瑰。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简单，适合新手去钩织，而且的话成品也是非常耐看的。我在做的时候也掌握了一些让花束看起来更自然的小技巧，想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。那大家记得不要错过哦。这个视频的话还是会分为材料图解和总结进行讲解的。那么我们先从材料选择开始吧。毛线的话，我选择的是无骨的牛奶棉，它做起来的话呢，花朵会更加的蓬松好看。颜色的色系的话，还是以粉紫色这种比较奶的色系进行选择。钩针是用 3.0 的钩针，以及会有用到花杆的铁丝、做叶片的细铁丝、缝合针，还有剪刀。那么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开始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一个花束的构造。需要钩织的部分分别是花苞、花托以及叶片。最后的话，我们会把这3个东西整体的缠绕起来。首先我们来制作花苞的部分。花苞的成品呢是呈螺旋状的，它也是由3层组成的，每一层都是重复的一个花样。按照图解的话呢，我们先来开始钩织第一层。首先我们锁针起针39针，起针39针过后，我们要往回倒数的第5针，这里我们要开始钩织长针。然后我们空着一针，在下一个锁针上面钩织一组花样。长针完成过后，起一个起立针，绕线在同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，完成第2组花样。这个是第1组花样，这个是第2组的花样。下一组的花样也是重复的，空一针，在下一个锁针处钩织一个长针。长针完成后，起一个起立针，再绕线同一个针目处钩织一个长针。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第3组的花样。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重复到最后一个锁针处，完成第1行。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第1行。我们刚刚在锁针上面一共是做了18组的花样，一组花样是呈现 V 字形的，组与组之间空一针进行间隔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2组的花样要如何钩织。先第2行我们要起3个起立针，然后整一个织片往左反转，绕线在刚刚的起立针间隔的位置钩织一个长针，然后起2个起立针，再在同一个洞口里面钩织2个长针，第1个第2个，这个是一组的花样。我们在下一个 V 字的洞口上再钩织2个长针，起2个起立针，再绕线同一个洞口上面钩织2个长针，完成第2组的花样。接下去也是按照同样的规律进行钩织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第2行完成后，螺旋状已经形成了。第2组的花样是在第1组的 V 字的洞中间进行钩织。那么第3组的花样也是一样的，在刚刚形成的2个起立针之间的洞口进行钩织8个短针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3组要如何进行钩织。第3行我们首先做一个起立针，织片还是往左进行反转的。反转过后，我们要在刚刚第2行2个长针之间的洞口进行钩织8个短针。
第二行起中间间隔的2个起立针，是为了让它有更大的容纳空间，可以放入8个短针的一个位置。8个长针完成，第一组就已经完成了。那么我们要在2组之间的这一个空隙的位置钩织一个短针作为间隔，做下一组的8个长针，下一个洞洞位置，以同样的一个规律完成18组。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3行整体的一个效果。最后的话呢，我们要在刚刚开始做锁针起针的位置第一针进行引拔结束，然后我们正常留一点线头剪断就可以了。花苞就已经完成了，我们放在一边先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制作叶片的花托。花托的构造很简单，环形起针10针的短针，第2行的话呢，我们钩织10个短针的加针，第3行我们分别去钩织5片的叶托的花托的一个部分就可以了。环形起针10针的短针，拉紧针圈过后，我们第2行钩织10个短针的加针，一边钩一边收线头进去。第2行我们一共是有20针的短针，20针的短针我们一共需要钩5组的花托，那么每一组的话呢，就是占4针的短针。首先我们起6针，倒回来钩一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第2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第1个长针，第2个长针，完成了第1组的花托部分。中间的话我们是空3针，这样子就是空了4针为一组。剪断手线，花托我们已经搞定了，现在我们来开始做叶子的部分。叶子的话呢，我们难点是在于要加入铁丝来钩织，需要一点点的耐心。按照图解的话呢，我们需要锁针起针12针，叶子的钩织遵循的就是两边上下左右对称。起了12针过后，我们现在就要直接加入铁丝进行钩织了。我们要倒回去倒数的第2针，钩织1个短针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把铁丝搭在钩针的上方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钩1个中长针，然后我们就一直钩长针，钩到刚刚我们起针的位置。OK， 我们现在剩下最后的2针，分别在这一针上面钩织1个中长针，在最后一针上同一个洞洞里面钩织3个短针，1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铁丝完全的对折过来，2、3，然后我们转弯来到这边过后，刚刚对应的针目我们就是对称的钩织相对应的针目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完成了叶片的第1行，我们先稍微的去剪断一下铁丝，方便我们钩织第2行。细铁丝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熬断它，
你有工具的话更好了。 OK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行的花样要怎样钩织。引拔针过后做一个起立针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短针完成后做2个起立针，再下一个针布处钩织一个短针，再起2个起立针，再下一个针布处钩织1个短针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花样一直钩织到最后一针。叶子完成后，我们大概需要留长15 cm 的一个线，剪断过后呢，是留作用来捆绑这一条铁丝修饰而用的。现在我们所有的部分完成过后呢，就来到了最后的组装部分。组装部分的话，小伙伴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去选择，究竟是要放1片叶子还是要放2片叶子。我个人觉得它们都是各有自己的好看的地方。根据花的比例的话呢，花杆我是预留了大概20到25 cm 的一个长度来进行缠绕的。那么缠绕需要用到的还是跟叶片一样的绿色的毛线，需要借助一些小工具，这种钳子，因为这个花杆比较粗，我们徒手是很难把它掰弯的，我们需要用这种小钳子接住。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首先我们在头部的一点点的位置，我们需要把它先好弯对折过来，整个完完整整的对折过来，这点要出点力啊，小力气是做不到的。成了一个钩以后呢，我们刚刚引拔的位置是形成了一个弧度的，它直接就是一个花蕊的卷度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把它勾住。勾住以后呢，我们需要到热熔枪的出场了。我们先在花蕊中心的位置先挤一些胶，少少啊，不要一下子出太多啊，不然没有得挽救。我们就把它先固定好花蕊的部分，把它卷起来。OK，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挤胶的边缘啊，慢慢沿着根部放一些胶，再继续，哎呀，有啲認真添，OK， 繼續。完成了过后，我们来调整一下花的形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花托放进来了。这个花托，这个刚刚结束的一个部分，要用其中的一个花托把它挡住。先连住底部的一小部分先稳固了过后，我们来做这个叶片的一个部分，连稳。哪里你觉得不稳固的地方，你再加一点胶作为调整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片的这一个部分，我们刚刚剩余的这一根线呢，我们把它挪到后面来，用缝合针，然后按照正常的形态给它卷起来，挤一点点胶在它的尾部，一点点就够了。对，我们就徒手把它捏紧紧，尽量滚圆一点。我们要留一段跟整一个花杆差不多的一个长度，左左右右这样子啦。捏着它以后，我们用手指顶着花杆的顶端开始缠。有这一条绳子定位在这边的话呢，它就不会滑来滑去，可以增加我们做花的效率。大概一半啦，1/3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把叶子拼进来。看一下这个高度，你自己喜不喜欢？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叶子加进来了，也可以把叶茎留长一点、留短一点，看你自己的喜好吧。传进来。差不多这一片完成过后，
我们就可以加入第2片的叶子，在这边。最后结尾的地方呢，我们要怎样完美的收口？我们还是需要接触到一点点的热熔胶的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固定其中一根，把它卷起来，再卷起来，再卷起来，再卷起来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在外围这个位置，我们先剪断一部分。少量，很好。这里我们就要徒手了，把它完整的用胶糊起来。如何可以让花束看起来更加的自然？首先，我们在叶片两边都已经加入了细铁丝，这个是方便我们去做叶片的一个造型。你喜欢往内往外都是可以随心的。那么这一个花杆呢，它非常的笔直，看起来很不自然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去调整一下它的弯曲度，让它更加倾向于大自然的感觉。其次就是我们在花苞上面最后一行，每一个洞里面呢，我们都钩织了8个长针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偷懒，有些人在想能不能够7针啊，可以快一些。主要的话呢，8针是可以让它整体的花苞更加的饱满，更加的盛开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在玫瑰花最后收口的地方，我们用其中的一个花托的叶片遮盖住最后的一个结束，让它整体更加的完整。最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去做搭配哦。我们这边也做了2朵比较经典的红白玫瑰搭配，那做好的话，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到 IG 让我们知道。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哦，也可以订阅我们。那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吧，拜拜。